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你与他未来的发展会如何。那么今天呢，是一期有关于感情的占卜，我们要来看一下当前你心里想测的，你心里喜欢的他，那么这段关系的未来究竟会往哪一个方向发展呢？那么今天呢，跟往期不同的是，我们会一边来看未来的一个预测，也会来连接你跟他的一个缘分。我们今天呢，会来找出你跟他的缘分究竟是前世今生未了的情缘，还是说你们在今生相遇，要一起去编织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呢？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那今天的选牌呢，和往期一样啊，我呢也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能量啊。今天呢，我们选择的是这个神圣的几何图形。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首先呢，你们的能量啊是数字63。那么这个数字呢，在数字学里所代表的能量是数字9啊。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呢是数字9。那么在今天的能量里，我们的背景是黄色的。你们的这个神圣几何图形，这个我们上一期在那个宇宙的视角，你的成长里有介绍过啊。这个是 Merkaba， 这个是一个4面几何图形它是宇宙之光的战车，对吧？这个是你们的这个神圣几何图形，是一个蓝色的 Merkaba。好的，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啊。来，首先呢，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今天的这个数字能量是数字4啊，你们的数字是数字4。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神圣几何图形和背景颜色呢是一样的，都是绿色的啊，都是绿色的。好，第2副牌的朋友啊，感觉一下这个绿色的 Merkaba 神圣几何图形跟当下自己的能量想去问的问题是否有对应，是否有连结呢？好，那再接下来呢，就是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今天的这个牌啊，它的能量呢是数字10。那数字10呢，在这个数字学里啊，它的能量是数字1。今天呢，你们的这个神圣几何图形，它是一个红色的 Merkaba 红色的 Merkaba。所以呢，你们去感应一下这个红色的 Merkaba 和当前你想去问的这个对象，或者是你想提的这个问题之间是否有对应，是否有连结呢？好，那为了方便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结。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我与他的发展究竟会如何？它是来自于我上一世的缘分，还是说我们今生要一起去走，我们今生一起去创造这个未来呢？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
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个数字，哪一个神圣几何图形有当下吸引到你。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有些朋友呢在选择的时候，如果说比方讲对某一个数字，然后另外一个神圣几何图形都非常的有连结，那么我会建议你呢都听听看也许你的能量确实是被分到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那也就是说，你看到2副牌的内容呢，你都可以找到跟自己有对应或者是有帮助的讯息哦。OK， 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听听看你跟它的发展会如何吧。那祝大家好运，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63号牌 Parenting， 黄色的。好，黄色背景，蓝色的一个 Merkaba。那今天的主题是要来帮大家看一下你跟心里想测的这个人接下来的一个发展会怎样。那我们去连接这个预测的未来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来连接一下关于你们的缘。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你跟他来自于上一世的缘分，还是说你们是今生的一个机缘呢？那我觉得从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我觉得感应到更多的是来自于今生的机缘，今生的情缘。今天的这张牌Parenting， 我感觉到了非常强烈的一种照顾。那么这边呢，我有2个能量给大家做参考。首先呢，第一个 Parenting， 它讲的其实是这段关系当中会不会2个人之间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照顾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细致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段关系里我觉得有一个人的这种投入能量会远远的大于另外一个人。那么并不是说这种样子的投入，或者是说这种样子大精力的付出是所谓的不好的，而是说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有一种很特别的平衡关系。我们在讲每一段关系，每一段感情其实都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就好比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是一样的。这个关系其实就是2个人一起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我们可以讲是一个原型，或者是新的一个能量体。那么就算是你同样的一个人，你去跟别的人我们在讲你跟这个人谈恋爱，跟另外一个人谈恋爱，那么我们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关系也会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在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我读取到了非常特别的一种能量，非常特别的一种关系的存在。那么这段关系只有你们2个人知道，只有你们2个人知晓，只有你们2个人能够去了解这段关系里所谓它的平衡点在哪里。有的时候呢，其实在一段关系里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特别的照顾，也非常的享受。因为可能在这段关系里，可能有一个人就是很喜欢去照顾别人，那另外一个人呢，可能又特别喜欢被别人照顾。我们有的时候在强调我们要独立，我们要自强，我们要能够在关系当中保持自我，但是不是每一段关系都是这种存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一段关系当中也许有一个人他非常的忙碌，又或者是说这个人身体有一些状况，他就是得找一个愿意为他付出的人，这个关系才有可能产生，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特别的事情特别的看待。那么第2个能量呢，也是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这个 Parenting。 我听到的是也许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可能存在于养育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段关系里也许存在孩子教育相关的事情，是夹杂在这段关系当前的一个发展。那么也许当前你是有孩子的，或者是对方是有小孩的，又或者是说你们需要去照顾父母，OK， 做子女做父母，对吧？有除了你们感情之外的一些责任，它是一个不能逃避的责任，会让这段关系里有一个附带的或者是一起的一个整体。那么这个呢是我觉得从第1个我们主牌里我听到的一些讯息。那么给第1组牌的朋友呢，首先做一个参考，63号牌好，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张牌。第二张牌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能量和颜色啊，它是带有非常强大的共频的。第二张牌呢，我抽到的是5号牌，这个是鹰之女祭司。我们可以看这个女祭司，她的头顶有一只雄鹰嘛，在她的这个头顶，仿佛跟她的这个头是融为一体的。她讲的是这个女祭司，她的这个头脑如鹰一般的清晰，她的眼睛如鹰一般的清晰还要明了。那么这段关系里，我觉得所谓的这种 parenting 这种父母照顾或者是照顾这个能量是你们2个人都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不自知的，或者是情不自禁的去照顾一个人，但我却感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种照顾关系，或者是说照顾某人的关系是你们清楚的，你们是有意识的，并且你们选择性的愿意承受。那么第二个能量就是 releasing illusion。那么在这段关系当中，当前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不是很清晰的东西是需要你们去看清楚的。那么这个鹰之女祭司呢，我看到了2个能量第一个能量就是说，在这段关系里，我觉得有你们非常清楚明了的自我选择、自我意识的一种选择。就比方讲，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人，我愿意跟他相处，我心甘情愿的爱他，无条件的选他。这个我觉得有非常强烈的那种，我知道这个我明知道这个，但是我还是要选。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好像看起来明明知道，然后我要选，看起来好像这个人很清楚很明了，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它隐藏在这个背后。大家想一想有的时候你去买一个衣服，你去买一个游戏你肯定知道这个衣服怎么回事，你也知道这个游戏大概是怎么玩，对不对？但是有多少时候你穿了一次，洗了一个水，你才发现这个衣服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你买了那个游戏，你玩了那个游戏，你才发现这个游戏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就是比方说关卡是你没有想到的，或者有一些装备是你以为不需要买的，其实你非买不可的，对吧？所以我们就说很多事情我们好像是知道 OK， 你确实知道，那么知道的后面可能还有你不知道的。能量永远都是没有极限的，它在这个叠加，而且能量会变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前我从这个牌里面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信息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了黄色它其实对应的是我们太阳神经丛脉轮，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些所谓的自信刚强以及这种所谓的怎么讲呢，就是那种很有 power 的那种内在之火以及消化的力量在第一副牌的朋友这边也很强烈什么叫消化的力量？我觉得那种可以把这个事情 OK 解决掉，可以把这个事情承担起来，就这种力量的感觉好，来看第3张牌。第3张牌呢是这个魔法师我抽到这个魔法师，然后呢还有一个镜子。我感觉到这段关系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在你们的内心里，对于这个关系里的显化和结果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我觉得是决心既有信心，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一些黄色能量嘛，我觉得是有信心的。那么这个信心来源于你们的决心。很多时候一个人其实只有当下定决心的时候，才会真正的有自信。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下定决心说，无论怎么样我都要完成，无论怎么样我都要做下去，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我们所谓的站起来，或者是坚定不移。那么从而呢，你就会在内在的自己我们所谓的产生一股能量，去面对所谓的这个外界。而当你的内心下定决心的这一刻，其实你的内在就已经变化，而这个能量所散发出去的，其实就已经在显化的过程里。所以我觉得这个第3张牌魔法师和这个镜子第一个能量呢，我读取到的就是所谓的决心对这个结果的决心，对这种结果的一种信仰，相信自己能办到，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一些努力实现这段关系里理想的状态，或者是到达你们理想的一个目标。那么这样子能量当中呢，其实我读取到的可能是这个关系里存在的一些，我觉得是要去牺牲的，要去
付出的，或者是有些努力是不得不做的啊，这个给我这种能量信息。那魔法师这边呢，还有一个镜子。镜子呢，我们平常在讲啊，其实就是一个折影。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这边给我的感觉，这个镜面呢，比较像是说，你们其实通过对方找到了自己，又或者是说你们通过这段关系看到了自己希望被看到的部分。有的时候一段关系为什么能够如此的吸引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面的自己在别的地方，在别的人那里没有办法去得到一种表达，而在特别的人身边，可能是这个人身上，你可以去做一个另外的自己。我们打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想象一个男性的 CEO 啊，能力非常的强悍，他在公司的这个团队当中可能是那种绝对的这种领导人形象。那么很多事情都是别人帮他亲力亲为，从上到下，从里到内，全部帮他做好，而他要做的只是去下这个口令，或者是下这个决断。那么这样子的一个 CEO 啊，可能在他的这种工作生活形象里面，他大多数的时间其实是把所有的自己需要去被照顾的地方都交给了别人，从一杯咖啡文件的整理到这个清洁，或者是到他的行程，都已经被别人全部安排好。他不需要去照顾别人的情绪，他不需要去照顾别人的时间，他只需要去发号施令。那么这样子一个形象的人，可能在他心里的某一个小小角落，却非常非常的希望可以去照顾一下别人，对吧？因为他生活里几乎是99%的能量都被别人照顾着，所以呢，可能在他那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的性格当中，他却非常非常的渴望，可能是有一个人可以去让他照顾，或者是命令他去照顾他另外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我看到是这种能量里所折射出来的这种镜面，其实是反而在一段感情里面，比方说这个男性这个 CEO 可能在这个女性的男女关系，或者是说他私人情感关系当中，OK， 不是只限于女性就是在这个关系里面，他可能找到了一个人，他得去照顾他，然后呢，他得去听他的要求，其实这满足了他所谓的一个整体能量的一个补足。OK， 那么在确定的那个人身上，就是另外的那个人身上，他可能就看到这个镜面，他看到另外的一面自己，原来他不仅仅可以被别人照顾，他也可以去照顾别人，所以可能这段感情对于他来讲就是非常特别的。那同样的道理在这个魔法师这边有一个镜面，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这段关系本身就是照映出了你内心的一个渴望，你内心可能强烈的希望被别人看到的某一个点，而在这段关系里可能完全的被激发出来。所以这段关系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是那种有意识的去选择，有意识的去追逐，有意识的去走入。好，那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来看关于这个关系里的最后2张牌。第一张牌是这个边界线。宇宙当前呢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这段关系里，你觉得哪里其实应该设置一个边界线，而这个边界线的设立能够让你们的关系更好，能够让你感受得更好。一段关系好不好，其实是我们的感受好不好，而这个感受不是别人的感受，是你的感受。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边界线的能量一出来，我就觉得这段关系里也许有很多东西都是你所谓的心甘情愿，都是你所谓的心有意识的去选择，然后你去走进去，然后你去愿意承担一些所谓的这段关系里附带的打包的一些东西。可是宇宙要在讲也许这都是你的心甘情愿，但是呢，如果想要这个关系对你的感受更好的话，你就去想一想，有没有一些时候，有没有一些地方，其实你心里是有一些犹豫的，或者是说你心里其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心里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哎呀，其实我不是很想这样子，或者是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哎呀，其实我希望他能够那样子对我，而不是这样子对我。那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就要去勇敢的面对。边界线是什么？边界线是我们如何对待自己，边界线是我们教别人怎样对待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底线，这是一个不能跨越的线。那这段关系里，我感觉到的就是对方可能对你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
或者是要求是比较多的。那么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你心甘情愿的被他要求，也许你心甘情愿的想去为他付出，但是宇宙在讲，也许有些地方你去给自己设立一个边界线，会对你在这段关系里的感觉更好，也同时能够让你在这段关系里更加有地位，也还能够让这段关系我觉得是更加正向和有机的发展下去。没有一个人的能量能够多到说 OK 有求必应，或者是随时可以去拿，对不对？那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就是你对他可能非常的好，或者是你对这个人几乎已经做到有求必应啊，甚至是你看这有一个 parenting， 也许这个人的孩子你都要去照顾。那宇宙在讲啊，你可以去选择这种爱他的方式，但是请你在那么爱他的同时，也请你多爱自己一点点啊，多爱自己一点点。所以有些边界线的设立绝对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设立边界线不是对他不好，只是对自己好而已。你可以在选择对他10000倍、1亿倍好的同时，也选择同样对自己好，你说是不是？选择对自己好和选择对他好真的有冲突吗？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要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吧，去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哪怕这个情绪对于你来讲只是突然的一个小小的疙瘩，或者是有的时候在你心甘情愿的选择的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犹豫，请你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OK， 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你要知道，当你这样子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去对这么爱的一个人去提出一点点你的要求，如果这个人他愿意听你的，如果这个人愿意理解你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你一定选对了人，你就知道这段感情的付出它是值得的。那么如果在你这么爱一个人的时候，几乎把他的孩子、他的爸妈都拿过来爱的时候，那你提出一点点你的要求，对方不愿意，或者是对方完全去我们所谓的把你推走的话，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又要想一想，你又要好好的想一想，这个关系究竟对于你而言，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到底是多少。 OK， 好，今天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牌呢稍稍多一张啊，我再稍稍多讲一张牌。这个是我抽到的25号牌，这个牌呢讲的是转型。它讲的是转型。这个牌呢其实就跟蝴蝶有点像，两只火烈鸟啊在这个地方跳舞。好的关系啊是需要去两个人共同的去跳双人舞的，对不对？就像我刚才讲啊，你付出了那么多，你爱他那么多，你牺牲那么大，那么你的这份爱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力量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可以去稍稍的去怎么讲呢？通过这个边界线，通过所谓的看清楚一些我觉得是你有的时候可能在拒绝看清楚的事实吧。我觉得是要求对方跟你跳双人舞，我觉得这不过分的不是说让对方做什么改变，也不是说你不去用这种程度的爱，而是说要求对方跟你一起去跳这个绚烂的 OK 爱情之舞。也就是说你爱的如此的热烈，你爱的如此的决绝，那么让对方跟你一起爱的再深一点，我觉得这个能量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想去让对方爱你的再深一点的话，你需要去多爱自己一点。这个能量呢，它是一个有一点像是一个环绕它像是一个闭环一样，就是这样子的。让对方能够多爱你一点的方式，就是你多爱自己一点。当前的这段关系其实可以变得更好。也许有一部分朋友，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会觉得这个关系其实当下就很好，你觉得你找到了你爱的人，你觉得你找到了心甘情愿付出的他，但是呢，这段关系可以变得更好，这段关系可以变得更快乐，可以变得更幸福。那么这个答案就在你的手上，答案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教对方怎样对你，你可以去不减少你对对方付出和爱的同时，让对方更多的爱上你，以你喜欢的方式来爱你，这段关系会非常非常的美丽。25号牌转型，你的能量足够强大，
你是这段关系里的魔法师，甚至可以说你是这段关系里的父母，就是你是那个大家长形象，至少在精神层面你一定是。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这段感情我觉得是得到了你坚定不移的选择，也同样我觉得是有宇宙的祝福的。OK， 你们是今生的情缘，你们将跳起这个漂亮的双人舞啊，可以做到的。好，来，接下来看一下你们的未来发展。OK， 我们来看一下你与他的发展会如何。好的，请宇宙给我们指引。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与他未来的发展会怎样呢？来，第一张牌，太阳牌。对呀，这段感情有很多的那种，我觉得是真心付出啊，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大量的爱，在这个地方。好，第一张是太阳。好，第二张呢是金币十。对，这段关系我觉得是跟家庭有关系的。我们前面的主牌也是去讲 parenting， 就是那个parent 就是这个父母亲，对吧？ parenting 是个动词，就是像父母亲一样的照顾。OK， 好，你们未来的发展会怎样啊？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宝剑九。最后一张，来，最后一张是一个宝剑三的逆位。OK， 好，来看一下啊，这段关系，你跟他未来的发展啊，我们前面分析了很多，对不对？现在是一个预测啊，预测有关于你们的未来。首先呢，我觉得整体太阳牌引领嘛，你们的未来啊，你看这个太阳，我觉得是动着发展啊。什么叫动着发展？我觉得带有非常强的那种运动的感觉。这个太阳更多的其实是给我们一种动感啊。这张牌里的这个太阳，我们看这个女生啊，非常走路有力量，对不对？她的手下、她的头顶都是这种白色嘛，代表的是这种光，都是这种带着光啊。她的头顶我觉得就是在跟这个太阳做一个连接，从她的顶轮去打开，去听她的高我，去听她的这个指导灵给她的这个讯息。你看她左右两边的肩膀站着这个 Newman 这个灵性动物指导灵啊，去告诉她这个方向。她的眼神、她的步伐是坚定的，不迟疑，而且非常的这个跨步非常的大，对不对？所以这个速度很快。那么这张牌呢，我看到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跟他接下来的发展，我觉得你们会发展的很好，你们会发展的很快速，而且这段关系里带有非常多的这种跃动的感觉，就好像你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你们相互的这个爱情里面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可能这件事情呢代表着你们两个人的爱啊。刚才我讲过，像这个父母亲一样去照顾嘛，对不对？也许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你们很忙，你们对彼此都是很关注、很重视的。那么这个太阳牌出现在第一张牌里，就代表着生长，就代表着一个 life transformation。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成长，有太阳的地方植物就会长大，有太阳的地方 OK 万物都是这种复苏的状态，也是光明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太阳牌呢出现在这里真的是一张好牌。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首先呢，我觉得你跟他的未来发展真的是光明的未来是光明的。好，光明的，而且呢会推进这张牌我感觉到就是会推进，它不是一个静止的，而是这个能量会推进你们关系当中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事情会推进。如果你们共同有一些什么项目的话，项目会推进。如果你们有共同养家的这个责任或者是计划的话，这个家庭会往前推进。比方说要小孩呀，比方说小孩子的教育问题呀，比方说两个人要去置办房产了，
买新房子咯，搬家啦等等啊，我觉得就是往前推进。好，第二张牌我们这里是一个金币石嘛，那金币石呢，大家都知道它讲的就是一个家庭相关的一个能量啊，土元素的到10号牌。我们现在看到是3个灵性动物呢都在这个地方，其实给人的感觉这3个灵性动物都是一个人哦。好，那么金币石的能量，我觉得在你们未来的这个关系发展当中，对于家庭的责任，对于我觉得是集体的一种家庭的一种幸福感，我觉得你们都会为此付出很多的努力。有的时候呢，2个人的付出可能方面不一样，可能有一个人呢更多的是在看物质层面，因为这里是一个土元素嘛，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呢可能在关系当中更加注重的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物质层面里感受到这种快乐和幸福。所以也许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本来2个人所谓的角色以及负责的方面就不一样嘛，但是呢你们2个人在一起却能够，我觉得是围绕成或者是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整体，让你们的这个小家变得非常的温暖，让你们的小家圆满，对不对？对，这个能量给我的感觉很全很满。所以我觉得是休息运动修行呢代表着你们2个人会一起比方说修身养性一起去旅行一起去放轻松那有的时候2个人可能也要一起去面对生活里的挑战，一起去面对所谓的责任这张牌金币石。所以有关于家庭的相关事宜吧，我觉得在未来你们的关系发展当中可能会出现，那你们呢是有能力把它们解决好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也是非常有滋养能力，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情绪，每个人的需求，这样子的一个很成熟的大家长。 OK，Ten of Pentacles。 好，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是在未来的发展当中，看你们关系当下走哪里嘛，所以是有成家的这个能量的有成家或者是买房的能量，好不好？来，好，然后呢，第3张牌是这个宝剑9，我们接下来2张牌都是风象宝剑9和宝剑3。宝剑9的这张牌呢，其实是在讲休息。那么宝剑9的休息呢，是精神方面的休息。当生活里有一些思想上的压力，或者是一些焦虑，又或者是一些责任吧，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觉得无法站立，让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再去应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让自己休息咯，就让自己躺下来咯，放轻松咯，对不对？让我们的精神，这张牌你看他手里有2个小眼睛，他的能量是在讲他的灵，他的精神已经随风而走，不被这个所谓的剑压在下面。所以这张牌宝剑9讲的是精神自由。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在面对情感当中的一些金币石就是这个家庭责任孩子父母就是当这些能量来了以后，其实是会让我们的感情变得比较的沉重一点，就是世俗里的东西比较的重比较的有这种负担压力的感觉。那在这样子的能量里面呢，可能我们又没有办法说逃避或者是轻易的出来。那么宝剑9呢，就是在讲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在现实层面里去脱离责任，但是呢我们却能够在灵性方面和精神方面给自己放假，让自己自由。这里可能有很多种形式，比方说虽然说工作很忙，虽然说生活里有很多的繁琐的事情需要我们去面对，但是我们仍旧保持一颗所谓的积极的心，让自己不要被这些能量所谓的受到干扰。事情很多，但是你的心却很平静，压力很大，但是你的心呢却像风一样轻盈这是需要修炼的，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我感觉到第1副牌的朋友太阳牌引领你们关系的未来，所以我觉得整体吧，也许是因为这个未来的美好，也许是因为你们找到了你们最爱的那个人，也有可能是你们看到了这个人身上的一个优点，是你们非常珍惜的。所以也许在面对世俗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吧，也许你们更能够看开，也许你们更能够去想清楚，又或者是说心里的这种积极，心里的这一束光芒，太阳带给你们的这种动力能够让你们去解脱，或者是能够让你们去解放。来，最后一张牌呢是宝剑3，然后这张牌呢是一个逆位。
这张牌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现实层面的疗愈吧。你们的关系在未来啊，其实我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吧，也是需要你们去看清楚。就像我们刚才看到清晰边界线，有些事情可能还是需要你们去勇敢的面对，或者是说让你们理智的去看清楚。那么看清楚这些所谓的现实以后呢，也许会有一点伤，也许有的时候还会让你们有一点心痛，但是呢，看清楚了之后，你才能够从容的应对，你才能够更加怎么讲呢？调整吧，是调整。我觉得生活当中最勇敢的人，就是能够勇敢的去调整自己，然后呢，去改变这个外界，改变环境，或者是改变眼前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些所谓改变之前你看这个转型嘛，在转型之前，最痛的一个课，或者是最痛的一个阶段，就是认清事实，接受事实。那么宝剑9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吧，在你跟他未来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宝剑9给我的感觉就是看清楚事实，接受事实，并且让自己醒来。OK， 那宝剑3呢？这个逆位的宝剑3呢，我觉得是有些东西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有些东西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但是呢，你也不会太过于担心，因为你知道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一种改变，比方说思想的改变，比方说划清起这个界限，比方说教他怎样对你教他这个事情要怎么样，你的这个要求在哪里，从而呢让这个事情让你们关系的一些问题吧可以得到一种解决。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能量吧，我觉得有好有坏有好有坏。好的东西呢，我觉得是责任更多了，承诺更重了。那么承诺和责任它后面带来的其实是一些我们在感情里可能一般不太想去谈及的话题，或者是不太想去面对的一些两个人的一些想法的不一致或者是大家他是那样想，你是这样想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点小小的口角又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冷战那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感情里其实是蛮容易遇到的也蛮容易遇到的。那么重点呢，就是你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那么我们刚才呢，在第一部分的地方我们也已经跟大家分析过这个能量好 OK，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就继续往前，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发展会如何。我们来看今天最后的2张神谕卡，看一下你们的发展我觉得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总体来讲肯定是好的太阳牌第一张牌，但是呢，随着这个金币石我觉得责任家庭父母孩子的加入这个感情我觉得是更多的去往其他的一些事情，就是说除了你们情感的事情，其他的一些事情可能会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加入你们的关系。那么有些事情呢，我觉得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有些事情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那么就是从容的面对，然后呢是用理智、智慧、鹰眼去解决他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神谕卡，你跟他的关系未来会如何我们这里是一个全月在处女座处女座的能量呢，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然后呢，也是有一点非常的这种我觉得不是挑剔，而是说过于的追求完美，又或者是说对完美又比较执着的一种理念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细致。OK， 看的东西呢都比较的，我觉得是比较的有深层次然后呢，分析很多分析非常的多，也是一个强大的信息和细节的收集者。那么你们的未来关系发展当中呢，宇宙给出的是全月在处女座。那么当前呢，我觉得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吧，未来的关系当中，我觉得就是一些琐事刚才我讲了，你看家庭来了，责任来了，父母来了，孩子来了，教育来了，钱来了，房子来了，这些东西跟感情有关吗？听起来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可能又跟两个人的感情关系息息相关，不可分离。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你们的关系吧，总的来讲，我觉得是继续往前发展，对吧？从爱情发展到成为家人，然后再去一起面对生活，这都是感情的升温。但是呢，随着这个升温，它也带来了 OK 一些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可能是繁琐的，可能是日常的啊，可能是跟责任有关的，可能会让你们有点焦虑，也会让你们有点小小的口角，或者是意见的不合。但是呢，宇宙在讲啊，用你们爱的力量，用你们所谓的这种对未来的希望，你看这个太阳啊，就是对未来的执着，对未来的这种信任，用这种眼光啊，去面对生活里的小事，去解决一切啊，我觉得是你们有能力解决的所有。OK，Full Moon in Virgo 啊，好 ，OK， 来第二张牌，你们关系的未来。哦，又是一张图啊，又是一个全月啊，全月在金牛啊，好，来看一下啊，金牛座固定图，感觉到有一些非常就是基础的东西啊，就是这个两个人关系啊，我觉得现在不能谈两个人关系了，我觉得是你们的生活里的基础啊，这个金牛座生活里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可能需要你们去建立。这边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啊，有一些原则要你们建立，但我这边呢也看到了，就是跟这个感情伴随进来的这个家庭责任，也需要你们去分工，也需要你们去建立一种平衡。OK， 那么在金牛的能量当中啊，也就是说，未来你们的关系可能会发展的非常的扎实，就是在这个生活层面啊，两个人一起去看，比方说生活里两个人接下来怎么一起生活。原来是你一个人的生活，现在是两个人一起生活。原来可能不需要照顾对方的父母亲，不用去理，不用去面对，不用去说话，不用聊天。现在是父母也进来了，或者是之前不用去管他的孩子，现在孩子也进来了。以前不用管他的学习，不用管他吃饭。那接下来呢，可能这个人的学习进来了，这个人吃饭也进来了。这些生活里的土象的能量啊，真的是我们可能在感情当中的爱情的真正的杀手啊。好。当然了，不是这个样子。那全月在金牛座，它讲的是，也许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你们要面对非常多生活里诸多的细节和小事。那么在这些能量里，也许你们就会慢慢的就说，那么在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状态之下呢，我们要排除 OK 这些事情带给我们的一些压力，带给我们的一些焦躁，或者是带给我们的一些。你看，有的时候啊，你看宝剑三就是吵架呀、口角啊、不开心啊，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些能量呢做一个疗愈做一个疗愈。所以金牛的能量呢，也是让我们去所谓的提醒我们生活其实是美好的，虽然非常的繁琐，但是生活本身呢是美好的。所以请大家呢用一个比较贴近于自然，或者是说让自己时不时的休息，让自己时不时的呢放下一些琐事。让自己呢时不时的跟这个人呢，我觉得进入到两个人的二人世界，或者是说用你的方法让对方也能够进入你们的生活，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两个人一起去商量。那么这样子一起去生活的你们，可能是这个关系里的下一个阶段我刚才讲，你们要跳起这个双人舞，共同去承担起这个家庭或者是未来的责任，还有美好。OK， 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所看呢，你与他的这个发展会如何？其实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是比较踏实的我觉得是往家庭、家人的方向去走。但是呢，这个能量我们在讲双刃剑既有它好的一个部分这种安全感，对吧？责任心，但是呢，它又有它的另外的一面琐事，对吧？压力责任，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请大家去看找到这段关系里的真相破除所有的迷障。好了，那这里呢是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信息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为大家的当前关系带来一些指引。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的朋友。那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绿颜色的 Merkaba。
然后呢，这张牌它上面讲的是 perseverance， 毅力啊。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从我们的这个能量当中，我觉得这种毅力，它是内心的一种力量的呈现。当前呢，我们今天啊要看的是你跟他未来会如何的发展，然后呢，我们会找到你们的缘，对吧？是上一世的情缘，还是今生的一个缘分啊？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非常明显，我觉得你们是今生的缘。OK， 你们是今生的缘。那么今生的缘分呢，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巧的，或者是说有一个可能让你们放不下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今生我觉得你们的相处和关系里面啊，可能又会有一些小小的阻碍，有一点点小小的结答，需要你们去解开，也需要你们去学习或者是成长。当前我们都知道这个绿色啊，它的能量对应的是心轮，所以如果当前真的是有一些结答，或者是有一些你们可能需要去面对的东西的话，那么就问问自己的心，是什么让你们最先开始决定在一起？那么又是什么东西让你们没有办法去放下，或者是去解开 ？Perseverance， 其实毅力这个能量啊，它用得好的话，会让我们非常的坚强。有些人的关系呢，其实我们所谓的需要两个人一起去相处，对吧？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就是相处里的事情要去相处。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事情在相处里面，如果大家都非常坚持，都非常的执念的话，那么有的时候这种执念可能又会变成一种负担或者是重量。所以每一个能量啊，它运用的部分都有阴阳两极。那么运用的好就是好的呈现，运用的不好可能就会造成问题或困扰。而能量本身没有好坏，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啊，在你们这个缘分里呢，我觉得今生吧，你们可能有比较强烈的一种心灵的感应，或者是在内心当中觉得这个人很特别，那对方呢也是在心里很喜欢你，可是在真正的相处里面有些事情呢需要你们去共同的成长，或者是共同的调整，来到一个大家都舒服的，或者是大家都觉得很有爱的方式。OK， 那么让这段关系可以不断的去盛放。一段关系啊，它是一个活的，它并不是一个状态。如果想要两个人的关系很好的话，其实这个很好的状态需要不断的注入营养，不断的注入能量，不断的注入爱。那么这样这个关系才能够保持在一个幸福的能量频率里，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这是你们的主牌4号牌 Perseverance。来，第一张牌呢，我抽的这张牌我抽到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能量看起来有点吓人啊。这个牌是一个32号牌，它是说在困难当中去用力量战胜它当前的这个女祭司呢，身边有很多的动物这个动物呢，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灵性的动物，或者是一种能量那么最明显的，我们可以从这个牌里看到的是蛇，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天鹅。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蛇跟天鹅怎么可能聚到一起呢？我也这样想哦。那他们的关联，我觉得也非常有趣首先呢，这个蛇的能量，大家都知道，蛇其实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很怕蛇那么蛇呢，它有的是有毒的，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蛇来形容一段有毒的关系。那蛇呢，有的时候也是恶魔的一个所谓的诱惑当这个蛇看起来有危险的时候，对于有些人来讲，它也是一种挑战，它也是一种诱惑。蛇很美呀，它很弯绕对吧？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恐怖，对，那每一个人呢，看待这个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当前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吧，你要去看一看这个关系里面，就是说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是像蛇一样有毒的呢？比方关系当中两个人会不会相互伤害会不会两个人一起变得冷漠或者是两个人遇到误会的时候，你不解释，对方也不解释那这些东西呢，对于关系来讲，可能都是像蛇一样有毒的存在。再来呢，如果关系当中，你看我们这里有 difficulty， 就是有困难嘛，那我们也要去想一想前因后果，这个困难，这个阻碍是怎么样形成的？有的困难呢，可能是这个关系里本身就有的，比方说是一个异地恋，
比方说是个禁忌之恋，比方说两个人可能对于这个关系里本身存在的，比方说文化背景，对吧？它本来就不同，那么这个是本来就有的它属于这个关系里本来就存在的东西。但是当前呢，就是说你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它不是本来存在，而是在你们的相处过程当中是你们两个人制造出来的这个能量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比方说有的时候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关系都很好的，那随着这个关系的推进，两个人彼此的熟悉，然后呢可能就没有之前那么在乎，或者是说因为两个人熟悉就开始不控制自己的脾气乱发脾气，或者是不再那么的注意一些细节我们在讲可能没有好好的报备或者是几天都不去理对方那么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我们在讲的因子，或者是一个因果里的因。那如果有这么多的能量，我们说像蛇一样有毒的蛇，这个能量注入到感情关系里，那么就有可能会有果。那么这个果可能就是你冷漠，对方可能也变得冷漠你乱发脾气，对方可能也跟着情绪受影响。那么这个关系里看到的可能是越来越冷，或者是越来越多的相互伤害。OK， 那么这样子能量我们就需要去战胜它不是说一段关系里好像都是美好的，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我们要去发现一些可能存在的因，然后我们去改变它。OK， 那我们看第二个能量，这张牌里就是白天鹅。我们去看白天鹅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好美哟好纯洁哟，好温柔哦。但事实上白天鹅非常的厉害。我曾经看到一段视频，就是那个白天鹅就是那种可以打架而且是坚决不会投降的。然后呢，白天鹅有的时候也是会，就是因为恋人的事情就他们是一个就是只会找一个伴侣一生嘛，所以他们很忠诚那如果真的另外一半出现问题的话，他们真的会叫得非常的悲鸣而且声音巨大。很多时候我都觉得白天鹅的能量跟天秤座非常的有关联跟天秤座的能量我觉得是紧密相连的。对，所以呢第二个牌的朋友我觉得当前如果真的这个关系里出现一些就是结搭，或者是关系当中你可能看到一些阻力的话，首先我觉得是先不要急着放弃，然后呢需要用力量去战胜困难。那么这个力量呢是内心的力量，是对于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信心，相信自己能解决，相信自己能够找出这个原因，相信自己能够在这种关系当中去扭转这个局面，对吧？尤其是当你想到曾经最先开始是为什么选择对方，最先开始为什么会喜欢他，那么当前内心里想不想让这个关系可以长长久久的走下去，想想这些所谓的动力，那么我相信你的智慧，你的勇敢，你的力量将帮助你战胜关系当中所面临的一切，你一定可以成功。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一张牌我觉得是很像这个能量里的背景信息给我们的这个4号牌做的一个解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第3张牌出现了。第3张牌呢，我抽到的是一个男的，他手里抓着一个爱心。这张牌呢，其实我特别觉得就是说有一种爱被搁置，爱在等待的能量信息我抽到这个牌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好像爱被就是在等待什么呢？等待对方的回应，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里本身是有很多爱的，可是由于我觉得是一些琐碎的事情，由于一些可能现实的问题，由于可能你们在关系当中的一些不经意不小心，可能制造出了一些问题，又或者是关系本身可能存在一些因素那么这些是我们看到的表面，但是我们在讲爱能够战胜一切，我觉得这个本身的爱它是有的。我们的4号牌绿色的，它本来就代表着爱，代表着这个心。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男的，他手里抓着一颗心。我觉得这个爱是等待着被发现，这个爱等待着被传递等待着去表达出去。
那如果当前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是女生的话，然后呢你喜欢的人是个男生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对你是有很多很多情感的。那么这个人当前他的这种情感，我觉得他没有真正的表达出来，是一个原因，我觉得是这个 difficulty 啊，你们关系里的一个问题，或者是阻碍，或者是挑战，我觉得是阻碍了他去真正的表达他对你的情感，他对你的爱。我觉得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要去勇敢的说出你的爱，就是有些东西你藏着是不行的，你要能够把它表达。那表达呢，用语言是一种方式，但有的时候可能语言还不够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行动要比说更加的有证明力，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关系里当前的困难是你们相处当中所制造出来的话，那么现在可能你需要拿出你的真心，用真心去交换。那么这个真心除了语言之外，可能有你的比方说你的真心实意，你的具体行动，还有你的一个计划，你的一个安排。45号牌。那么这边同性的朋友呢，希望你们可以去对应我们刚才讲男性或者是女性这个能量，好不好？用这个能量去看一看，究竟是你在当前的这个关系里是什么样子的角色和位置。好，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也很有趣最后的一张牌呢是一个能量的叠加。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抽到的第4张牌关于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我看到是 follow the leader， 就是跟着领导人。这张牌呢其实是对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一种召唤。这段关系里当前我们在讲解铃还须系铃人，对不对？那么当前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宇宙现在想告诉你的一个指引是你要主动的去让别人向你学习。很多时候在关系里我们在讲去调整这个关系，改变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很希望对方先变，对方先勇敢，对方先主动。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当做一种理所当然，或者是被动的一定要怎么样。刚才我所讲的情况可能是你内心的期待，但是如果你真的希望这个关系可以好好的走下去，能够快乐幸福的相处下去的话，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并且让这个美好和幸福持久，那么就请把刚才所谓的希望对方先主动，希望对方先改变这种想法放一放。尤其当前宇宙给出的这个能量是希望你能够作为这段关系里的好榜样。如果这段关系里有一些问题是对方先制造的，或者是对方先产生的，那么你也要主动的先去调整。不是说你先主动就代表对方好像他之前的这个错误就不存在，或者是你在妥协，不是，而是你拿出了一种大度，你拿出了一种所谓的慷慨。那么这种慷慨和大度的能量，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很好的很高频的能量。那么你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先提升了自己的频率。那么你的频率一旦提升，人内心当中都有对美好的向往，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好榜样去间接的影响他，而不是控制他。没有人希望自己被别人控制，也没有人希望自己被别人操控，对不对？所以这种所谓的你先改变，你先作为这段关系里的那个积极的人，那么你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影响他，只是说不是去强加的控制。所以这种影响更像一种引领，它是积极的。所以说我刚才讲，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这些所谓的因是对方所制造的，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也要主动，你也要勇敢的先做这段关系里的那个优秀的那一半，然后让对方去 follow you， 跟随着你去提升他的频率，从而让这段关系的频率，我觉得是达到一种扬升。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这个关系里真的有一些事情是你先制造的，或者是有你的一半，大家都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那如果说你现在其实是摸着自己的心口，觉得其实自己很多地方可能做的也不是很好的话，那么你就更要主动的、勇敢的成为这段关系里的那个
我觉得是积极的人，从自己开始去改变，把坏的习惯改掉啊，让自己大度，让自己慷慨，让自己多一点的善解人意，让自己多一点的温柔，把一些有毒的、不健康的理念、想法、生活作息改掉，从内而外的去扬升自己。那么我相信你的这颗跳动的爱心啊，如果你是这个人的话，那么你的这颗跳动的爱心将被对方，我觉得深深的感应得到，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表达你的爱。你做这么多的努力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这个关系好？让这个关系好，不就是因为爱他吗？所以有些东西其实比说来得更加有力。OK， 这个是第二副牌的朋友啊。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是要看缘分嘛，所以我们这里可能首先进入了一些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呢，我们要看的是未来发展啊，你跟他未来的发展，从当前宇宙的视角来看的话，究竟会如何？我们来问宇宙这个问题。好，感恩宇宙。OK， 我的第一张牌是金币9，第二张牌呢是圣杯9的逆位，第三张牌呢是金币2的一个逆位。好，第四张牌呢是权杖侍者的一个正位。未来的一个发展啊，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们未来的关系发展里，其实是存在一个变化，或者是存在一个转弯。这个变化和转弯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吧，在你们关系的未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更加独立一点。这个更加独立呢，可能在于说，比方讲，因为一些事情，你们可能觉得说，大家在一起连接的有一点难受啊，可能现在两个人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僵持。那如果有一点小小僵持的话呢，可能大家选择的方式啊，就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方式，可能是回到自己的地盘，回到自己的一个舒适圈里。那么这个能量呢，其实有的时候在关系里是很有必要的。有的时候呢，大家想一想，就是你会不会非常想跟对方亲密，但有的时候会不会你其实非常想抽离呢？那对方呢，他也是一个人，他跟你是同样的一个个体啊。那么对方有的时候呢，可能也非常想跟你亲密，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对方也有一点想抽离。每一个人吧，他在生活里都有很多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呢，除了关系本身以外，还有很多来自于外界的影响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觉得好像今天没什么精气神儿，对吧？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又会突然有一天，因为一个大晴天，因为一个下雨天，变得非常的兴奋无比。所以每个人都存在一个状态的问题啊。那么当前我看到第一个吧，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发展里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有更多的去关注自己，有这个趋势，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的工作，关注自己的学业，关注自己的一个成绩，关注自己当前在生活当中过得好不好，关注自己当前生活的一个比方说习惯作息时间有没有变得很棒，有没有去健身，有没有吃健康的食物，有没有让自己的身材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有没有去比方说给自己买点衣服，有没有给自己去加一些新的装备，比方说兴趣爱好里的，对不对？我觉得有很多去关注自己的一些能量首先会加入到你跟他未来的发展里面。更多的关注自己，其实本身就是去提频，这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我也觉得在这个能量里吧，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跟他呢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其实是会觉得说自己的独立性，或者是自己的一种可以一个人好好生活的这个能量对这个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大家各自去提升自己的感觉。那么然后呢，你们在提升自己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把自己的能量提升的越来越好以后其实我会觉得你们的内心还是非常的想念这个关系会非常的想念彼此。因为我们人类其实是非常需要精神和感情的，而且我们人类是个群居动物
所以我觉得在你们各自去寻找自我的这个过程里，其实会渐渐的越来越想念彼此，想念对方，甚至可以想是念对方的好。圣杯9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我感应到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可能会越来越发现和发觉，其实很多事情可能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也不是所谓的非怎么样不可。而在情感当中以及幸福的这种感觉里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需要一个人去跟你分享，哪怕这个人分享的时候跟你意见不同，哪怕这个人分享的时候可能会说出一些让你生气的话语，但是呢分享的对象其实是非常珍惜的，非常宝贵的，而我们要做的其实是改变自己，就是说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怎么去沟通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表达自己。所以其实在圣杯9这里我感觉到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在接下来的发展道路当中，其实你们也有很多的所谓的自我反省。在快乐我们所谓的这个物质快乐或者是自我独立的快乐，去对比于2个人的快乐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那为什么还要去找一个人呢？因为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人去分享，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人去接受我们的爱，我们去表达自己的爱，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只有在我们真正的去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才能够真的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珍贵的，或者是很宝贝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觉得首先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真的你们接下来的发展有一点往自我独立的方向去走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试图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因为只有走上一个自我更加独立的方向，你们才会看得懂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曾经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时光的度过和自己一个人生活是不一样的，有苦也有乐，对吧？这个能量阴阳两极它是同时存在的。那么再来呢接下来的发展当中我觉得有一些很纠结的东西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2个人有一些很纠结的东西你们要适当的去放下、放手或者是原谅。金币2的一个逆位，我们看到这里其实是2个不同能量，阴阳白黑嘛，不同能量2级能量的指导灵或者是一个灵性动物他们在这个无限可能的8字符号两边去做一个这个转圈他们在转圈。那么当前呢，金币2又是一个逆位，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到你们接下来去发展之后呢，我觉得你们就会来到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呢是来到一个你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你们必须要去做一个决定，或者是你们必须要去取舍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有的时候在关系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都想抓着可能想抓着自己是对的，可能想抓住对方对自己绝对的这种听从，可能想抓住对方对我们的爱，可能想抓住对方给我们的时间最多，很多很多。那么如果真的想让这段关系可以好好的发展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放手。我们去放手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好像自己有损失，对不对？我们之前抓了那么多那要我放手的话，我是不是就损失了一些呢？其实未必，有的时候放了手之后可能对方是主动来给你，这种所谓的对方主动愿意给你，和你自己去抓、去使劲、去挣扎，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金币2逆位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在未来你们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些东西，有些相互矛盾和对立的东西必须要在2个人我觉得是共同一起去放下、去选择、去取舍。那么当这个能量我觉得到来之后接下来的就是全新的开始，又或者是回到你们的激情，回到你们的热烈，回到你们之前的那种我刚才在讲第二组牌的朋友们，最先开始你为什么选择他呢？最先开始为什么会喜欢他呢？我觉得就是回到最先开始，回到那个你们刚刚相遇或者是刚刚进入到热恋期的那种热恋或者是热烈。所以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呢是权杖侍者这个能量其实是在讲热情无限，对未来希望，对未来的这种憧憬的无限可能。而在你们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地理当前是一个红色的沙漠嘛，就给人的感觉是充满希望，并且是没有极限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无极限的这个8应该是在
选择和取舍之后，反而有了更多和更大。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法的朋友，其实你们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你们的未来其实是，我觉得有进一步的去探索，或者是说探索更深和更远的这种可能性存在。那么当前呢，可能也确确实实有一些所谓的 difficulty 难关，要去过。关系里面的两个人我这边想讲，就是关系里两个人，其实相遇是一种缘分，放弃很简单，坚持其实更难。所以呢，有一句话就梁静茹那首歌嘛，爱是需要勇气的。我觉得这个能量讲的是非常对的，爱是需要勇气的，去坚持爱下去才是难的那条路，才是不容易的那条路。那我们都知道，很多难的不容易的，最后的这种回报和奖励也会更加的丰盛，对吧？坚持或者是稳定，然后呢，在坚持的过程当中去调整、去改变，我觉得对未来是非常有希望的。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的牌呢，就是看一下关于我们这个未来发展的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有什么样子具体的指引，或者是有什么补充。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跟他未来关系的一个发展。好，我还是再抽一下，我感觉今天这个好 OK， 来天秤座3/4的月相在天秤 make time for self love。 OK， 那之后的一个发展第二副牌的朋友，就像我刚才讲嘛，首先我觉得是提升自己嘛，对不对？那金币9就是提升自己啦，要往更加关注自己的一个方向去走。那么当前宇宙呢，也是去肯定这个能量就是去练习爱自己。如果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要是觉得说这段关系前一段时间是有一点消耗的，或者是有一点让人觉得给出去的东西，或者是被吸走的东西比你们获得的东西要多的话能量上有一点亏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关系的发展方向我觉得是首先要把亏的或者是缺少的流失的东西先补足先补足。可能你们现在关系的能量有一点像负数，大家想负数0和正数，对吧？可能现在的关系有一点负有点负数，有一点失衡。那么当前呢，宇宙在讲未来的这个关系发展，就是先要去平衡，把负数变成正数的0，或者是从负数到达这个临界点，然后再去继续往前去 build up。 就是我这里看到的嘛是先回正，做一些调整，做一些自我反省，做一些抉择和取舍，然后再走入一个全新的开始，权杖侍者。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接下来的发展里，首先有一些是冷静大家要冷静，大家想一想大家要去权衡一下思考一下，有些东西其实是要想的。当前这段关系里我觉得这个感情已经被一些东西给埋没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发展，首先是冷静思考，让这个爱里的一些不好的能量、有毒的东西先来到一个净化，先去自我疗愈，去提升这个频率把负数把它给缩小或者是拿走。好，第二张牌。第二张牌这边宇宙有一个特别的指引，这个是3/4的月相我觉得这边很多3/4的月相能量就表示这个关系吧，走到当前肯定有一些需要去放的有一些东西已经是来到了能量的这个最盛是满月嘛，就是已经来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要去收缩的这样子的一个周期里那么这个下弦月或者是说亏凸月的能量里面就是这个 waning， 我们这个月相waxing 是蜡象， waning 是亏的这个对，亏的这个月相那么在这个下一半的这种月亮的能量转换当中呢，其实是要学会更多的疗愈放手，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
等待和迎接新一轮周期的开始之前这样子一个阶段。那我们今天呢又抽到是天蝎座，宇宙在讲啊，要把一些需要被看到的东西看见啊。那么我这边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握着心的男人。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感情里啊是有爱的，而且这个爱的能量呢很充足。但当前呢，这个爱的能量被一些东西给挡住了，藏住了。举个例子啊，两个人非常有爱，但是因为生活里的小事和琐事，柴米油盐啊，一天到晚吵，大家觉得这个爱的能量还会有多少？最后消耗到可能大家都已经感觉不到这个人是爱自己的，但是事实上这个人很爱，因为所有的争吵都是因为在乎，所有的争吵都是因为想要这个关系能够变好，要不然就不要理了，要不然就不要吵了，对不对？陌生人不吵架的。所以我觉得当前啊，一些秘密，一些被隐藏的东西，一些真实的情感，要在这个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啊，我觉得是要被揭露，要得到真正的一种表达以及被看见。第二个牌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在这段关系里啊，你付出了很多，或者是你忍了很多，那么这个能量，你当前去扪心自问一下，对方真的知道吗？有很多时候我们去爱对方，我们去付出，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我们自己知道，其实对方根本就不明白。因为每一个人啊，我们又讲到那个最原始的话题啊，每个人去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而且每个人在不同时机，他需要的爱的这种模式和方法也不同。比方讲，对方如果非常忙的话，他需要的爱可能是安静、理解，最多就是一杯茶、一杯水。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让他去陪你逛街玩游戏的话，你觉得这是互动的爱，那么可能你的这种爱的方式，对方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对吧？那相反的，如果当前其实你非常需要对方的陪伴，而对方觉得说可能你需要的是买东西，你需要的是比方讲朋友，那么他就理解错了嘛。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觉得自己付出了，可是你会觉得说你根本就不爱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它其实是一种理解的误差。所以天蝎的能量是在讲，把一些可能之前没有说清楚明白的，把之前的一些情绪、一些真实的感受啊，要说出来。而很多时候是当我们委屈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不是这样的时候，说出来了吗？对方真的知道吗？有多少时候可能我们都没有说，我们选择的是沉默和安静，或者是默默的接受。所以当前天蝎座的能量出来以后，我觉得就是排毒嘛。天蝎座要排毒，要去把真相给揭示。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你就要自己先走入自己的真实情绪去感应。那么真相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带着一点心酸，带着一点眼泪的，对不对？但是呢，当这个我觉得是这种爱啊，这个深沉被双方嘛看到，被双方理解了以后，其实你们的感情会越走越深的。天蝎座啊，要的是亲密、热烈没有这个空隙的爱。对，好，OK， 那这里呢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你们所看到关于这个与他的发展与他接下来的发展，以及我们今天呢前一段所分析的一些关于你们当下的关系的一个状态，以及宇宙的一些具体的指引和提示。那希望这些内容呢能够对当下的你有所指引，那么也祝福呢你们未来的关系可以发展顺利，如你所愿。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个红色的 Merkaba Star of David， 你们的数字数字10。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吧，这个数字10它讲的是结束以及新的开始。那么今天对应的能量里呢是 Karmic Completion， 意思是业力的结束。所以呢我看到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在你跟他的这个缘分里非常清楚了，你们两个人肯定有关于前世今生的这个连结一定是前世今生的一个情缘啦。
那你们的前世今生呢，我感觉到有比较多的这种连结感。在过去世你们的情感连结，在过去世你们在情感当中的经历，还有不同的体验啊，我觉得是在今生有一种承接，也就是今生里面其实你们的相遇带着这种命中注定，也同时带着课题完结还有成长。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什么？关于这个缘，我们已经看到它是来自于你上一世，你们已经有过连结。那么这个缘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第三副牌的我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的能量，第一张牌就是这个 Answering the Call， 请你去回应这个召唤。Answering the Call 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在你们的内心当中，对这段关系从上一世你们就已经心里有过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声音，在召唤你去改变，去召唤你，我觉得是看向一个海阔天空，又或者是去召唤你切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这个祖先他们其实去所谓的感悟，去所谓的跟这个精神连结，都是通过观测自然而得到的一种领悟。第三副牌的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风景里，你看到了什么？在仰望天空的时候这个云朵在天空当中去飘行，在看到这个海岸线的风景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彩虹彩虹桥跨越这个天际，你看到了什么？你感应到了什么呢？宇宙说，在你的内心当中，从上一世开始，其实就已经有过一个感应和召唤。那么这个召唤对于你来讲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回应它那么我觉得这个召唤今天是一个 ing 形式嘛，大家看英语我觉得这个能量它的这个召唤并不是说 OK 一下子就能够回应得了的，我觉得这个召唤需要一些时间，这个召唤本来就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上一世你跟他的这个相处和交际里面我觉得你的心里就已经感觉到了，就已经感应到了些什么，而这个能量呢，我觉得直接延续到了今生。当前在这个人的关系和相处里面，你的内心也有一股声音，一个感应，一个感觉，他在告诉你，他在给你回应，而你可能有的时候听见了，有的时候呢想回应，有的时候呢可能又会有点拒绝这个是给我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应。但是无论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跨越。今生你们两个人是有缘的，今生你们两个人的这份缘分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是回应这个召唤，所以它是你的机缘，它是你的一个命中注定。同时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一个所谓的带你扬升这样子的一个桥梁。 OK， 我们从这个更高一点的维度去解它。 OK， Answering the Call。 那么你自己我们在讲关系当中，你要看的是你自己，你要看的是你自己的内心。那么有一些东西只有你自己的内心能够明白，能够明了这所谓的真相。所以说 Answering the Call 我觉得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随着这个关系的推移，随着你们关系的进展，随着你内心的这个强大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和明了，那么你将承接的就是这个过渡，你将跨上的就是这个彩虹桥，你要去转变，你要去切换，而你的生命本身，我也觉得是随着这个关系在不断的向前，你的灵魂也在不断的去成长。 OK， 这个是第一张牌。好，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三组牌的朋友，我抽到的是 Star Mother这个是星际的母亲，星河的母亲。这张牌讲的是你要如何去对自己好，你就是你自己灵魂的母亲。我们在讲身体是我们灵魂唯一的家，是来到我们这个地球唯一的家，所以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个灵魂，这个灵性的自己就在你的身体里。那么唯一能够去照顾这个所谓的灵魂你自己，或者是灵魂中的你自我的话，那么这个唯一能够照顾这个灵魂自己的灵魂的这个人是你自己那么你是去比方说消耗你的灵，还是说你去滋养你的灵，这个是你的选择。
而你在这一生，就是你的意识，就是你灵的母亲。所以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这张 Star Mother， 我觉得你的灵魂有某种程度上跟你的这个召唤连接一起啊，就是想让你去照顾好你的灵，照顾好你的精神，照顾好你的情感，可以说是一个内在的自己吧。除了我们讲身体、身材、美貌啊，这个对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这个内在的自己当前是非常需要你去关注的。在这段关系里面啊，从当前的能量来看的话，可能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宇宙视角里是你照顾他更多，或者是说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可能有很多的消耗，你的灵有被消耗掉。所以在这个内心的声音里，这个所谓的召唤其实是让你通过一种改变，它有可能是思想的改变，也有可能是一种 换一种生活的方式来对自己更好， mother yourself， 对吧？要像一个温柔的母亲一样对自己好。所以呢，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跟他之间的这个能量的连接，所谓的上意识的这个业还挺强大的。但是所谓的业，我们在讲业是什么，就是有关联，上意识没有了的业，上意识没有了的情，今生继续来把它连接，或者是把它给完结。那么这个完结篇，我觉得它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你们在犹豫，如果你们在踌躇，如果你们可能会害怕做改变，或者是担心这个决定，就是说万一你做这个决定是错了怎么办，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去做这个决定，其实是因为害怕做错嘛。我觉得宇宙当前给了你一个非常强大的神迹也好，或者是说这个迹象也好啊，我觉得 time is now， 就时间就是现在。OK， 这个东西呢，不是说让大家跟这个人直接划清界限啊。我觉得这个能量是说你要换一个角度去，在这个关系里，你要换一个你自己的角色。如果说你在这段关系里，你的角色一直是，比方说关注对方，或者是说总是去照顾对方，或者是说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的话，那么我觉得你一定要在这段关系里去换一个角色，换一个角度。你们的业就会了结，你们的业就会完结，而彩虹带来的是新的希望。何况我们的这个彩虹还是个彩虹桥，对不对？它是一个跨越，它是一个 transition， 过渡到一个更美好的，过渡到一个更稳定的，更加有灵性的，更加健康，更加平衡的关联里去。那么最后一张牌，今天我抽到是17号牌这个女祭司牌里面Sacred Action， 这张牌讲的是神圣的行动。猎豹跟女祭司在一起融为一体，它召唤的，或者是说它所吸引到的是强大的力量，非凡的集中注意力。当我们犹豫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种 focus， 我们要集中力，只有集中，我们才能够去不偏不倚的做出最正确的决定，以及最及时的行动。第3组牌的朋友，有没有什么东西在你生活里，你犹豫不决了很久，你踌躇不前了很久？这个行动它在等着你去做。那么做出行动是我们的显化，而显化之前是我们的内心。所以有些东西我觉得你需要去在内在跟自己做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和解，也是一个了结。你需要去了解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声音，你需要去回应你自己的内心的声音，你要对自己更好一点。只有你下定了这个决心，我觉得有一些行动就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在你强大的行动过程当中，你将获得，你将达成你的心愿。所以我们今天呢，可能这个所谓的跟他的这个发展，我们首先去看的是你们的所谓的缘。今天我们的缘呢，会看第3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会比较特别，所以你们的缘呢，我是从上意识开始去连接我觉得你们之间有前世今生的未了的情缘，所以今生所谓的这个注定也好，今生所谓的相遇也好，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它本来就有一些关联性。那么这个所谓的机缘已经来了，那么逃避可能是没有办法去脱离的，而是需要你们去勇敢的面对这个课，勇敢的去面对这所谓的业，
并且让这个业结束掉。那么只有结束到这所谓的业，你们才会没有枷锁，你们才会以一个自由的 individual， 就是很自由的独立的个体去选择接下来是牵手一起走，还是说大家各自追求自己的新的人生情感的篇章。好，那么接下来圆了以后呢，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是非常想知道啊，那如果你去下定决心做出这个决定，或者是如果你想好了啊，有些东西可能在你的心里你也觉得说确确实实我要去做这个决定，我要去做这个改变，我要去结束掉所谓的这些不好的业，那么接下来这个关系究竟是走向如何，对吧？可能你很想去知道一个所谓的未来，或者是得到一个这个宇宙的一个指引啊。我们现在呢就去连接它，我们就来为第三副牌的朋友去连接。那么你跟他在今生接下来的一个关系走向会是如何的啊？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首先呢，我们抽到第一张牌是 Empress 啊，这张牌是女帝牌，非常好，非常好啊！来看一下 The World， 哇，这个真的是都是好牌啊。OK， 世界牌啊，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呢是权杖3，好，最后一个，最后呢是宝剑7逆位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好，这边的能量很多啊，我们来分别的看一下。我觉得这边能量很多，关于你们的未来啊，宇宙给了非常多的一些，我觉得是提示。OK， 我觉得这些提示应该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最需要的啊。来看一下，首先吧，宇宙是这样讲的啊，你跟他之间呢有一个决定，你肯定是要做的，对吧？我们刚才讲过。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需要去更加多的爱自己，更加多的去照顾自己，更加多的去想着自己。因为在你们的前世今生里面，你们已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些连接。今生呢，你可能会容易被过去式的一些能量所带过去。但是今生我们刚才讲过，你需要去 mother yourself， 照顾好自己的这个情感，照顾好这个内在的自己，使这段关系呢少一点消耗，多一点的爱。宇宙在讲，当你去转变一个思想，当你去换位的去改变自己在这段关系的角色，勇敢的做出你需要做出的改变跟决定之后，这段关系将迎来非常好的发展。Empress 它讲的是勇往直前的自信，它讲的是一个丰盛的未来。Empress 其实 Empress 呢，在一些就是情感的能量当中，它还代表着孕育。这个孕育呢，既有我们在情感当中两性关系里所讲的怀孕，对吧？也有所谓的你们两个人可能会孕育出一个全新的关系，或者是关系的一个阶段。那无论是什么，我都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未来。就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牌里的这个女帝啊，她头上长满了星星，手拿权杖代表着她的 power， 右手带着一把剑代表着她的决心。OK， 她的决心，她召唤了这个所谓的回应了这个召唤。那么她的这个能量并不是坐着的，而是站着的。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她在往前走，对不对？你看 sacred action。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接下来你们的关系其实是往前推进，是往更加有希望，更加我觉得是使你们内心都得到滋养的一种前进，甚至可以讲更加接地的一种前进。因为 Empress 这个女帝，她是大地的母亲，她并不是说精神上非常的有感觉，情感上非常有感觉，而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在生活当中去推进你们的关系，去更加认真的有承诺的去 OK 想你们的未来究竟该如何，会怎样，对吧？3号牌 Empress OK。 好，第二张牌呢就是这个 completion。 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关系的发展是在业力当中成功的走完。业力我们在讲这个业力，也就是前世今生未了的情缘，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比方讲
上一世你欠他的，上一世他欠你的，有些东西所谓的业的纠缠将会得到一种彻底的结束，这个就是世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10号牌跟这个世界牌连接在一起，它预示着你们的相处的一个周期会来到一个结束。这个所谓的结束并不是说 OK 两个人就我们在讲拜拜了，分手了，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而是在讲你们可能会结束掉一个所谓的业，你们要结束掉所谓的这个关系里可能让人觉得不好走的一个阶段，而你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未来。因为我看到世界牌接下来还有牌，就是这个权杖3，这张牌是在讲你们将去一起面对更加遥远的未来，或者是说你们将去计划一个更加长远的未来。世界牌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换牌，或者是说就是承上启下的感觉。世界牌走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些真正的业真的要结束了，那些所谓的债呀，那些所谓的大家两个人很纠结的东西啊，其实是要结束了。而在世界牌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你们的内心双方彼此将得到一个各自吧，我觉得是一个结论，或者是各自心里将得到一个全新的感悟。你的感悟和对方的感悟也许是不一样的，你们两个人所看到的东西，所看到的点可能也是不同的，但是你们两个人去成就这个共同的所谓的这个 karmic completion 业力的结束，是需要你当前做一些事情。第3副牌的朋友，你要去改变你的角色，你要去改变，你要去回应这个召唤，只有你做出这个改变，你们的关系才能够得到转换和升级。那么继续来看权杖3，我们刚才讲计划更遥远的未来，等待一个好消息的降临，去开启全新的旅程，对未来充满着希望。那么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宝剑7，它带有一个什么能量呢？我觉得是打破一个世俗。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也要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些事情使你们的关系在纠缠，是什么样子的一些能量点使你们两个人总是好像有过不去的坎。那么我看到这个坎或者是这个纠结，我觉得是跟世俗里的一些教条有关系。因为宝剑7我们这副牌里面，它的一个能量是在讲不能够背叛规则。那么是什么样子的规则比方说你们两个人所处的这个环境有什么样子的规则、潜规则，或者是你们从小长到大有什么样子的文化背景，在你们的意识当中是一个固定的规则、固定的原则。你们两个人去走出这个业，其实是打破这个规则。因为现在的宝剑7是个逆位的，是打破这个规则，打破所谓的如果我这样子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固定想法。就好比我们很早以前举个例子，很早以前我们在这个两性关系里，可能女性被比较多的去压抑或者是压制，有很多的这个3从4德有很多的这种女德的教育一定要怎样，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有惩罚，就会得到这个世人的这个唾沫星子，就会得到别人的一种眼光，对不对？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枷锁，这些都是所谓的束缚。那么男性可能同样也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世俗当中给你的一些压力，比方说我们的这世界里面可能对于男性有非常高的一种期待跟要求，你必须要怎样才会是怎么样，对不对？这些无形的枷锁都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而这些所谓的枷锁有的时候正是束缚关系，我们所谓的自由发展、连接爱的一些重量。第4张牌这个宝剑7的逆位，就是在讲你们可能要去打破一个固定思维，打破一个传统，打破所谓的一些思想当中给你们的枷锁。这个牌其实就是所谓的破这个业。也许当你们放下这些所谓的成见，放下所谓的一些枷锁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共同的灵魂将一起去扬升，而这个所谓的召唤将会是一条我觉得内心都能够得到滋养以及快乐的道路。想一想，如果两个人能够放下这些成见，两个人能够放下一些所谓的一定要怎样必须要怎样，或者是你必须要怎么样，然后我必须要怎么样，这些所谓的固定思维，大家只是去连接，只是去感应，只是去感恩，有它该多好，对吧？只是去感觉
有这个人在身边非常的好，只是去感觉在这段关系里我更加爱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我更加多的去关注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通过对方的视角去提升自己，那么这个关系将会是多么的健康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幸福。所以说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其实是给我的感觉能量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呢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我觉得这种所谓的一种力量它带给你们的是一种冲击，带给你们的可能也是一些纠结和纠缠，但是一旦你们去打破它，那么这个礼物或者是说这个宇宙给你们的奖励 OK， 你在当中所获得的自我成长还有领悟也将是巨大的丰盛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神谕卡，你跟他接下来的发展究竟会如何？我们让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看一下你们未来的发展，感恩。好，来我们的第一张牌这个是3/4月相在巨蟹座 ，Take a breath。那么这个牌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首先吧，因为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是有业力的一个所谓的缠绕，或者是业力的一个枷锁所以呢，你们的关系我觉得是相处起来并不轻松的相处起来并不轻松。那么接下来在你们的关系的发展当中，其实是更加轻松。有的时候一个关系其实是会让我们觉得很累的，比方说想了很多，比方说焦虑，比方说压力，比方说恐惧，这所有的能量最后都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压力，或者是精神的重量，让我们觉得难以呼吸，让我们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去清晰和透彻。所以呢，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们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其实你们我觉得是会放过彼此，放过自己，然后呢是轻松的让自己舒一口气，让这段关系去拿到他需要的空气和养料。巨蟹座带有非常多的爱、同情，同时巨蟹座可以是一个为爱勇敢的一个能量星座，因为它是开创，对吧？开创水。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能量很多朋友都会在接下来的关系里我感觉到，因为当你们这些固定的思维或者是这些所谓的束缚和枷锁被打破以后，你们就会有新的角度去看待同样的事情。可能原本那个人说的很敏感的一句话，比方说今天有事情没有办法就是来吃饭，或者是原本你们两个人觉得说短信几个小时没有回，几天没有回，你们会觉得非常的生气，那么接下来可能会觉得说没关系，或者是说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也许这个人真的很忙，因为你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是忙的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回消息，所以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让两个人都放轻松了，让两个人都轻松下来了，这段关系里的紧张，这个关系里的这种紧绷将慢慢的得到一种松弛释放，而你们在这其中也将得到所谓的疗愈。当你开始更多的去为别人着想，那么对方可能会回应给你的是对你的更多的关心和照顾，那么这个关系它可能就会慢慢的转换，慢慢的进入到有爱，慢慢的进入到一个健康这样子的阶段里。因为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前世今生的这个缘分你们有很重的卡玛，所以你们其实对彼此的了解，对彼此的能量是足够强的，你们的缘是足够深的，而你们要做的是在今生去完结你们上一世的业，并且呢用一个更加我觉得是健康有机的方式去连接。如果这个东西你们能做到的话，那么你们的关系其实是会走得非常好的。所以接下来的发展当中是放轻松，给对方空间，给对方减压，也让自己放轻松，给自己减压，这个关系顺其自然的就会变得松弛，就会变得顺其自然，那么这个关系就会得到他需要的疗愈和休息。好，这是第一张牌我们这里是
3/4月相呢在巨蟹座。好，然后最后一个，哇，你看，当这个能量啊，我们在讲，有的时候是一种感觉，对吧？这个关系里的这种感应，当这个感觉，这个关系里的能量磁场放轻松，有爱，有理解，有包容，接下来的就是沟通。所以我们的第2张牌关系接下来的发展是什么？上这个我们在讲1/4吧，1/4月相在双子座，这个能量是在讲你们的 communication， 你们的沟通跟交流将会得到一种打开。我们一般都在讲啊，其实感情关系里或者是人与人的相处里，沟通很重要。那么沟通有的时候是要有前提的，当2个人相互理解的时候，沟通才会有效果。如果2个人在沟通之前就已经相互排斥的话，无论说什么，可能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听进去。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接下来，首先是2个人对彼此的这种成见，2个人对彼此的固定思维，2个人对自己的固定思维将得到一种打破。那么疗愈、包容和支持进来以后，你们就相当于愿意去听别人怎么说，愿意去给对方机会，而机会也将随着去酝酿出来。你们关系接下来的发展是打开有效的沟通，你们将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所以有些东西呢，其实在感情关系里，尤其是你们的这个能量业力的关系啊，前世今生的情人，你们其实是有缘的。那因为很多的事情啊，它的这种磨损，很多误会叠加在一起，它是磨损你们的情缘。所以当你们2个人开始去放下这些小小的磨损，或者是让这些磨损停下来，你们就会有机会去滋养你们的心，去滋养你们的关系。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接下来你们将说出这个真相，说出自己可能之前没有做好的，说出自己可能对对方真正的希望，说出自己的难处，说出自己真正的一个期待。当你们2个人打开沟通，相互的去交流，你们的关系将得到 transformation。 你看啊，这个蝴蝶通过你们的这个表达，2个人都可以做自己，2个人都可以舒舒服服的啊，所谓的轻松的吧，轻松的做自己。那么这个关系里面，你们2个人的角色，这个关系里本身的这个连结，将会得到彻底的一种释放。所以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塔罗牌世界牌业力结束之后，你们将有机会去一起计划你们共同的全新的未来。那么这个未来将会是你们2个人共同计划，共同去完成的。所以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啊，业就快结束了啊，你们的业，你们最难走的一个阶段就快结束了。而你们接下来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沟通，大家一起去商量，大家一起去计划，大家一起去面对这个关系。你看有没有这种终于不是一个人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关系走着走着就觉得是一个人，比较孤单哈，有的时候会觉得对方没有真正的在线。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2个人同步，2个人要共频，2个人要一起，这才是关系本来应该有的好的模样，对不对？好，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所连接关于你跟他未来发展的一些具体的信息。那么有关于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自己需要去做的改变啊，希望你们能够勇敢，希望你们能够去打破。我相信呢，在你的成长，在你的努力的过程当中，这段关系一定能够如你所愿，这个关系一定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提前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